哇，有点激动哎！那个潘西班峰露出它的真容了哈，云雾散开了。昨天晚上，在越南的西北高原上有一座云端上的小镇，这里就是老街省的沙巴。它被誉为越南的小瑞士，是越南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有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诸多法式建筑、石教堂、别墅等。这里还有全球最美的10大高原梯田之一。但我来沙巴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爬上潘西班峰顶，它是喜马拉雅山脉、南岩余脉、黄连山脉的最高峰，它亦是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地的最高峰。可惜我来到沙巴以后，天气预报一直显示山顶大雾弥漫，不建议前往。就在我预感此次沙巴之行将抱憾离开之际，我在山谷看到山顶浓雾被大风和阳光驱散，露出清晰的山顶轮廓，所以我立马结束山谷的梯田行游，迫不及待骑摩托车前往登山入口，不想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饭都不吃了。OK， 把车停好了。这个是1.5升的水，2万越南盾6块钱，要多补水，出汗太多了。是在这买票吧？ Yes. 哎，嗨，买了2张票，一个是小火车的，一个是缆车的，花了100万，大概是300块钱。沙巴 Station， 这个票一定要留好，丢了的话呢就要重买。You can take video and picture. Yeah. It's from China. Yes. 刚才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是很小心的提示我，他说今天上面多云，你确定要上去吗？意思是如果你上去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想吧，就是无论什么结果，就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哦，那小火车来了，像地铁一样。现在11点46分，看到那个缆车乘车点要多久？找了一个车头的位置啊，现在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风景。大家好，我是正在探索越南的阿树。潘西班峰这支影片有约1个小时，我将其分为上下2集分享，上下集同时发布。如果你想完整的云游整个登上潘西班峰顶的全过程，可以从上集开始看起；如果你想直接跳到坐缆车登山的部分，也可以从下集开始看起。要坐小火车去到缆车乘车点，这又要进另一个隧道了。他没有把这个缆车乘车点开放成一个我们能走路的或者能坐车过去的，你只能是坐这个小火车才能去到它缆车乘车点，所以呢这个票价就接近300元了。这个小火车好像是80元吧，缆车往返的话是220元。现在潘西班峰又被云雾笼罩住了，没关系。大概花了10分钟左右。电视里播放着一些本地居民建设缆车建设的一个艰苦作业的场景啊，在云端作业。上面有好多的花园啊，各种主题的花，哦，真的漂亮。看。
这里走到缆车乘热点好像还要一点距离，不着急，先溜达一下。哦，拍婚纱可以，好美。重点是它是处在山顶上的感觉。在这里午餐。形容这里呢，这里的美是fence pan。哦，很安全。哦。Camera。坐火车出来，还要爬一段坡才能去到缆车乘车点。还好走去缆车乘车点的路上，有一些这种漂亮的小路，可以看看风景。这海拔挺高的呀，走路比较喘。穿着白裙啊，或者白衣飘飘，在这里拍，特别出片。
挺吃力的。我背了一个10几斤重的包。坐缆车在这边。这个像是当地的一些传统民居吧，木头房子。乡村太漂亮了，这种高山地区啊，它的气温特别宜人的，很舒适，不会太冷。冬天可能会冷一点。冬天这里是越南唯一会下雪的地方。OK 越南香挺有名的。我们看一下越南香是怎么制作的。今早，好香啊！那个是什么呢？这是一根竹签吧？哦，它是浸泡了水，然后继续再让它裹上这个，姑且称为木灰吧，一层一层的裹。哦，不上的扣子。这里每个这种木房子好像都有一位穿着这个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女士，在展示着当地的一些风俗，还有这种遗产、文化遗产。这个叫艳阳吧，好漂亮的衣服，看上去就很质朴的颜色，天然的颜色。里面也比较简朴。这里是灶台，玉米。xin chào. Xin chào. Yes. Oh. Indigo color. Ending color. 传统的一些农具。这个2万越南盾6块钱，这个手工的哦，干嘛？挺好看的哈。先找。
这里写着潘西班峰3143米海拔最高峰。后来越南本地的科学家在2019年测得了比这个还高4米。保安禅寺啊，在法国占领越南以前，越南是跟中国一样使用汉字的。潘西班峰是黄连山脉最高峰啊，就在那个位置。搭缆车附近有一个超市。展出越南的一些最极致的风光，这就是潘西峰顶上的越南最大的铜佛像。如果遇到好天气的话，是非常壮丽的。你看，越南冬天也是下雪的哈。哇塞，这个云海晚霞太壮丽了。这也是潘西潘峰顶越南的一些民俗节日。潘西班峰顶啊，有各个样子，不同季节景色不同。待会我们坐缆车上去，应该是这样子的。晴天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不就我们在梯田的时候往上看的时候的样子吗？下面的农民在这个劳动啊。好多摄影的这个照片，你看它的植物也是垂直分布的。我看到这张图啊，很多时候想到云南，云南也是一个各种少数这种民族节日很多的一个省份。就是天天都在过节，有一句话说羡慕云南人啊，就是基本365天，有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地方在过什么什么节，就那个地方又在过节。潘西班峰不仅是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的最高峰，它还是世居在这片高原的少数民族眼中的神山。这座高达3143米的山被称为印度支那屋脊，传说中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真正抵达顶端，因为在过去必须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好多天才能登上峰顶，而现在潘西班峰有了全亚洲最长的缆车系统，只需要不到20分钟就能从海拔约1600米的山脚下飞跃到海拔约3000米的云之巅。实际缆车到达的地方还要攀爬约600级的台阶，才能站到海拔约3143米的山顶。据说站立山巅能看到云海翻滚、群山环抱，那种震撼让人永生难忘。
我吸取上次爬峨眉山的教训啊，这山里饿的都快发抖，所以我还是吃点东西吧。Yes。花30万越南盾，大约90块钱，买了一张这个在沙巴这个地方的一个自助餐的餐票啊。我们来看一下能吃到些什么。这里是甜品区，这里是糕点区，这里是面包区，这里是各种果酱沙拉。沙拉，还有意大利面，可以说涵盖了各国的一些食物啊。这里是越南粽子吧，这个叫 Fried Spring Rolls。先来点牛肉，来点这个烤春卷，再来点北京烤鸭，这小油条来一点，来点虾，除了越南语、英语，还有泰语。烤鱼、青椒烤虾，这里也有不少饮料啊，可口可乐，这种是西贡啤酒。在这里能看到那个峰顶啊，只是峰顶还被阴云笼罩着。拿了这些。试一下这个北京烤鸭，试一下这个牛肉，可以。木瓜酸甜水吧，这个是烤鸭的一个酱料。这是脆皮，蘸一下这个酱料。这个好像是糯米，它外面已经烤了金黄了，蘸一点这个木瓜水吧。这个糯米饭蘸这个酸甜汁儿，挺有特色的。这个是油炸的春卷。试一下，这个特别酥脆，可以。我发现这个是个马肉，试一下这个马肉，吃的有点撑了。现在出发坐缆车，刚才的味道中规中矩吧，